经历了上次的弹窗大战，红衣教主下定决心要给华腾小马来一节难忘的人生课。2010年10月29日，深圳腾讯本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后，小企鹅们抬着刚刚从稻香村为马爸爸特别定制的生日蛋糕走进了喜庆的会议室。大家正要为人生还剩60年的华腾小马庆祝他40岁的生日，主持人雄厚的声音震撼了全场，让我们为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通讯先河的马爸爸庆祝他又老了1岁。在企鹅持刀为大家切开蛋糕的那一刻，刚刚回到了北京的周教主按下了赫鲁晓夫都没敢碰的按钮。腾讯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蛋糕里赫然蹦出一颗和 QQ 保镖。这颗 QQ 保镖以深圳为中心，辐射了整个太阳系内的全部 QQ 用户。虽然是重磅炸弹，但除了腾讯本部，对 QQ 用户来讲，这是一颗周天使带来的福音呀！360 QQ 保镖以提高 QQ 运行速度，同时保护用户安全为名，说这东西可以为您清理 QQ 垃圾。这东西一旦装上，用户将有权自行卸载 QQ 弹窗、QQ 广告、QQ 音乐、QQ 宠物、QQ 秀，而以上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 QQ 强制的服务。相信大部分人都对 QQ 右下角的广告恨之入骨，所以给你一个删除它的机会，你要不要？教主按下按钮之后，至少1000万用户安装了360 QQ 保镖。安装之后，他立刻扫描你电脑里 QQ 的客户端，同时跳出一个窗口，并告诉你 QQ 有好几10个漏洞，建议你赶快修复。只要轻轻一点， QQ 立刻化身为被阉割的纯聊天工具。不得不说，这玩意儿是真好啊！但是腾讯高层如临大敌呀，红衣把所有能给 QQ 带来收入的模块全给阉割了。这回的周鸿祎真是要把 QQ 干死啊！但是教主说，既然我们无法化解矛盾，我主动请缨，让咱们化敌为友。你马化腾有什么不高兴的？我给你 QQ 写了一个 QQ 小伴侣，你看你们用户多喜欢呀！听完这话呢，马化腾差点就信了。腾讯高层们用装了360 QQ 保镖的特别好用的 QQ 紧张计划着下一步的对策。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掉这个大麻烦，那我们自己辛苦半生的抄袭帝国将土崩瓦解。小企鹅发现，无论自己装备多强力，面对这个会开发二向箔的红衣小周也是无计可施。一个搞山寨的，一个搞外挂的，底层逻辑就不一样了。这回换做教主趴在操里了，但是呢，无论企鹅躲在哪里，教主都能锁定你的位置，然后远程一件一件卸下你的装备，最后甚至连围脖都给你撤了。企鹅都快哭出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周鸿祎也太狠了吧！腾讯总部紧急出动，一拨人跑去派出所告状，另外一拨人紧急草拟声明，在官网发布信息谴责周鸿祎你不当人，玩不起还开外挂。之前报的案警察叔叔还没来得及处理呢，一看这帮人又来了，但是这次事态明显比以前严重。腾讯说，我们都快破产了，你知道吗？赶快去把那个邪教头子抓回来。警察叔叔们觉得很奇怪，你们不是合作企业吗？刚给你们开发的 QQ 保镖太好用了，我们全都装上了。但是由于腾讯龙头企业举足轻重的地位，企鹅报的案又不得不引起深圳警方的高度重视。他们听信了华腾的道听途说，警方高层紧急出动处理腾讯360内讧事件。一帮摸不清底细的神秘 cop 连夜赶往京城，而且人家根本用不着为了你好的进京检查。如此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企鹅与警方运筹帷幄，安排打虎牢笼套，准备金钩钓海鸥啊！处理完香港会议的教主正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前往汇通时代广场，他心中还酝酿着情绪，准备把360上市的喜讯亲自宣布给在公司的牛马们。这时候他突然接到了队友齐向东的电话，向东语音急促，显得十分焦急，说队长，你赶紧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公司来了30多个警察，他们警察叔叔们正在找你，你要是回来凶多吉少。幸亏教主是老板，人家上班不用准时到岗，要跟我们似的每天起早贪黑，早就被瓮中捉鳖了。小红看看自己护照上日本和美国的签证，还有没过期的香港签注，想想自己应该去哪儿。你看看人家教主上班都随身带着护照啊，这警惕性有多高啊？问你让我去哪儿啊？齐向东说，你回香港呗。教主说，我刚他妈回来，你这折腾我呢。不过呢，比起被大盖了帽带走，跑路明显更明智。而且人家教主在香港有房啊，不回去享受资本主义生活，那根本对不起自己。红衣一把钞票拍在司机脸上，说去机场。司机可高兴了，直接掉头开往北京首都机场。红衣教主跑路，留下队友们在汇通时代广场坚守阵地。再来看看面对高阶毒圈的小企鹅，
马化腾发现这几天至少2000万 QQ 用户已经被360 QQ 保镖劫持马化腾说这是劫持360人家说这叫关爱，而被关爱的用户信息呢，都会备份在360安全卫士那里，这是赤裸裸的抢劫呀！而此时红衣周老小子早已下落不明，鳌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企鹅得知警方的精干部队竟然在北京扑了个空，气得大发雷霆。不用说，这肯定有内鬼。历史上教主一直都挺难抓的，看来事情全推给叔叔们还是不太靠谱。如果还不做点什么， QQ 将万劫不复。11月3日，连续加班的几位高管和苦逼程序员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因为他们都知道红衣这种人是没有底线的。经过几番争论，为了保全腾讯的剩余力量和用户，一个断臂求生的抉择最终被敲定。马爸爸宣布，这将是咱们3Q 大战的最高峰，2选1。当天下午6点19分，腾讯悲壮地发布了一个弹窗，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虽然腾讯做了不是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但今天的弹窗将铭刻在历史上那根当时还不是那么满的柱子上。华腾马爸爸向全国人民宣布，为了保护我们用户的数据和利益，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360污蔑俺们侵犯用户隐私，还恬不知耻地强制推广他那什么 QQ 保镖，我们决定将在装了360的电脑上停止运行俺们 QQ 软件。虽然俺们知道这给您带来了不便，但是您一定得听我们解释，360那什么保镖可不是啥好东西那是个非法外挂呀，大家可别装你们装上这玩意儿就等于被360劫持了，而且咱 QQ 那些重要的功能都将失效大家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但是用户们说，我们也觉得被劫持而且失效的那些功能正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啥安全不安全的，你以为我们只装你就安全了？伴随着腾讯的大字报，随即跳出一个窗口，这里只有2个选项，一个卸载 QQ， 另一个卸载360。当时腾讯高层还为了是否把卸载360的字体放大进行了一番争论，因为2选1这种事并不是腾讯第一个干的，第一个干的反而是360。同年年初的时候，360在杀毒市场与金山毒霸的争夺战中，因为2个流氓冲突的问题，360通过弹窗引导用户要做2选1，当时卸载金山要比卸载360的字大得多呀。马化腾对360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不屑，为了展示自己崇尚公平竞争的气度而不是个挂逼，华腾坚持2个卸载的字体要一样大。得知了小企鹅想英勇就义，教主心中也早有预判，从技术和逻辑上推理，腾讯早晚也会走到这条路上来。教主最怕的也是2选1，因为这是唯一能对360造成致命伤害的破釜沉舟的玩法。企鹅在最后关头又从身后拽出了一个藏了很久的 C4， 在梅花桩到来之前，华腾跌出最后一个大招，把这只 C4 通过 QQ 传送给了千家万户。华腾说，为了彰显公平，我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我没有强迫你们，我是让你们自己选。企鹅惊人的做法让用户们无疑成为了牺牲品。随着华腾抛你将数亿用户拉下水，就等着你我这等渣子送上投名状了。试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会选哪边呢？网络上的调查虽然有1多半的用户选择会卸载 QQ， 但很大程度都是带着对腾讯的憎恨。那你真的会卸载 QQ 吗？就算你用了 MSN， 你的朋友会用吗？你的父母会用吗？由于社交圈天然的优势，360的卸载量开始飙升。因为社交和安全相比呢，人可以死，但不能不说话。但对腾讯的负面评价也排山倒海般袭来，用户们把腾讯的做法称为挟 QQ 以令网民，由此还引发了大量有关2选1的段子，比如百度版，如果在用户的浏览器里发现了 Google 字样，我们就重启电脑。还有联通版，如果在方圆100米内发现了移动用户，我们将不断拨打110。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选择保留 QQ 比如呢，有一个开纺织厂的王姐，一看哟360 QQ 只能留一个，这下可好了，立刻强制要求全厂员工卸载 QQ， 全都改用 MSN 沟通，正好呢可以避免员工没事聊天。看看老板想的就是跟常人不一样，虽然他也没错但是呢遇到这种老板您最好赶紧跑路。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业界乱成一锅粥之际，人人网别出心裁，发布了一个 QQ 劝架补丁，只要装上这个补丁，就能保证 QQ 和360同时正常运行。虽然双方打得昏天暗地，但也仅限于公司高层之间的隔空交锋。但身陷囹圄的双方阵营中的倒霉社畜们可真是如坐针毡。腾讯这边有一个小姑娘，中午在附近吃饭的时候，发现周围的群众一边用异样的眼光审视她，一边嘀嘀咕咕。她恍然大悟，赶紧把腾讯的工牌偷偷塞进怀里。
汇通时代广场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360楼上的乐元素的每一位元素们上下楼时都好奇地对360和他的员工们指指点点，每个人都期待着今天将上演什么新节目，就跟看动物一样。这乐元素也是人才辈出啊，这里很多高管都是开发劝架补丁那公司出来的。互联网上一片波谲云诡，稳坐香港的教主并不会坐以待毙。他在生产完 QQ 保镖的时候就想到了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面对拿着 C4 的企鹅，教主依然留有后手。当天晚上9点，360发布公告说那只贱企鹅胁迫用户做出选择，就是拿你们这些用户不当人看呀，打不过了给你们发 C4。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推出最新的360 Web QQ 客户端，咱也不用那个什么劝架补丁，只要您使用我们这个就能保证360和 QQ 同时运行，还能避免 QQ 扫描您的硬盘。之前的360 QQ 保镖虽然是为 QQ 量身定制的贴心小补丁，但至少表面上还藏着点。这回呢360 Web QQ 客户端就直接点名了，一个敌对企业直接开发了一个运行敌人客户端的工具，也是前无古人了。不过呢，从侧面也能看出来，此时教主已经有点底气不足，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卸载量飙升而不管不顾，因为像王姐那种货毕竟是少数。这个360 QQ 客户端运行之后呢，可以直接打开 QQ 的网页版，这个网页版呢就是腾讯为用户提供的非客户端聊天页面，以便用户在野时方便聊天的备用网站。小马一看，你小子不就是创建了一个快捷方式吗？企鹅微微一笑，直接关闭了 web.qq.com 的网页，并禁止了360浏览器访问 QQ 空间。虽然 QQ 的做法招致了大批网友的唾弃，但是面对教主这种敌人，这大概也是能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了，同时也能给360造成致命的伤害。3Q 大战陷入焦灼，360正好面临纳斯达克上市的各种繁杂的会议，跟腾讯的纠葛已经让教主阵脚大乱，整不好咱上市大业就让这只企鹅拿 C4 给炸了。因为已经有投资方表示，咱先暂缓，你先把 QQ 办了再说。两股黑恶势力在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时候，跟他们沾边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也会遭殃，所以这时候一般会有一个和事佬出来了事，就像几百人的群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即使他不出现3Q 大战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仁兄呢，就是同时是360的投资人，并且对马化企鹅有着投鼠忌器之恩的投资界大佬公权王。王公权约见了小马一面，王老爷子苦口婆心劝导小马要悬崖勒马，怎奈企鹅翅膀硬了，表面上虽然还给江湖大佬留了面子，但表示誓死不能与流氓头子妥协。碰了一鼻子灰的江湖王大佬又给小红打了个电话，教主也表示宁可鱼死网破，也坚决不与不会飞的鸟类委曲求全。公权王一声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曾经自己麾下2个小跟班都成角了，我算什么？但是出人意料的，当天晚上9点多，360官方突然宣布 QQ 保镖下线。不过教主呢，就像咱留学生食堂的嘴哥一样，那嘴上不能输啊。这看似服软的行为还伴随着一封令人费解的360官方的求助信，反对 QQ 霸权，需要你的力量。咱们3天不用 QQ， 世界上的通讯软件又不是只有他企鹅一家，咱们像王姐一样用 MSN 也不是不行啊。企鹅对你们背信弃义，以你们为要挟，还给你们发 C4， 我们只要妥协一次，他必将变本加厉，我们的后代朋友都会成为他的软肋，下一步他必然蹬鼻子上脸。历史上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哀哉泰姆，正义、阳关、安全将不复存在。由于社交圈无可替代的地位，导致360卸载量持续增高。QQ 保镖毕竟是个外挂，教主为了保全自己将其下架，这也是无奈的选择。但这悲愤的名状也表现了红衣教主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360撤下 QQ 保镖后的1个半小时，腾讯通过新浪科技发布针对360的和解条件。第一，要求你红衣必须对所有用户完成隐私保护器和 QQ 保镖的卸载。第二，不许再开挂。第三，公开承诺不再攻击针对俺们腾讯的任何软件，我们技术没你牛逼，你得让着我。同时，企鹅的主席华腾马发给腾讯员工的公开信被公开，安与小红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会坚持到最后，而且俺们必须打赢，因为我收你们钱，因为我们永远把用户摆在第一位。11月4日凌晨，360再次嘴硬，你们 QQ 强制网民卸载360，这并不是企鹅跟我们360的个人恩怨，而是6亿用户合法权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360要求你们腾讯立刻停止强制卸载。金山的事不许再提了，你们也得公开承诺要尊重用户的选择，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你们也得向用户道歉。
双方一边打着嘴炮，在技术上的对抗却在逐渐解封。从 COCO 保镖2选1的巅峰对决到表面上的握手言和，仅仅持续了4天。这犹如08年 A 股一样，奇特转折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暗流。在那个公权王出面徒劳斡旋的档口，暗地里一直关注着这场大战的幕后大佬早就预判到，这货根本没能力平息这场顶上战争，他又没吃面子果实。于是在企鹅拿出 C4 的那一刻，深圳腾讯本部最高办公室与香港红衣之家里同时刷出了一个穿着黑袍的神秘角色。华腾和教主面对这个只存在于传说里的人物都震惊了，听说只有在卡扎克屠城这种时候他们才会现身。这2位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能惊动上神，面对你要嘚瑟就能直接给你封号的归零者，你红衣州的二向箔屁用都没有啊！大佬也不多废话，说你们2个给我老实的。小红你看好啊，这是咱们通信领域的中流砥柱，坐拥数亿用户，我们以后收集信息啥的还得靠它呢，你打鸟也得看看主人啊。华腾刚有点洋洋得意，大佬转身就给了企鹅一个大逼兜。你也别乐，小红也马上要给咱们挣外快了，而且这家伙的安全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顶流的，你看看人家几行小代码就给你干得屁滚尿流的，你还想2选1？你别以为有人护着你就能胡来。小红也是咱在编人员了，你把他弄死了，咱们以后共同的安全靠谁？我告诉你小 pony， 我就相中他了，我们这以后肯定有合作，你信不信？说到底咱都是自己人，你们2个来个窝里反，对谁都不好，你们俩最好赶紧给我收场，再这么闹下去别怪我翻脸不认微博。人在矮檐下 How dare you not lower your head。 平时你见都见不到的上身，不但现了真身，还把话讲到这份上了，再傻的鸟也该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这俩货呢，依然谁也看不上谁，但不收手又怕被封号，教主关闭了自己的二向箔，企鹅硬着头皮把自己发出去上亿个 C4 愣给做回去了。虽然硝烟散去，但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决定了在后人的谈资中，谁才是那个青史留名的货。所以在短短的1天里，虽然相互兼容了软件，他们仍然坚持互喷。尘世间的战争收尾了，但法庭上的斗争依然如火如荼。360毕竟在技术上干了一些擦边的勾当，所以在法庭上360节节败退，并且需要赔偿企鹅一大笔钱。不过钱对红衣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反正都是投资人的钱，而且就算花了一点钱，给自己做了这么大一个广告，让360名扬天下，这么好的事儿到哪儿找去？在民间的舆论中，360似乎从开始攻击 QQ 的那一刻，就在口碑上一直占着先锋。反对霸权总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本来以为事情就此了结，11月5日，金山、澳游、可牛、百度这4个活宝贼心不死，又不知道从哪儿拉来了一只姓馊的狗。5家再度发表联合声明，我们的客户端未来可能不再兼容360。有业内人士披露，这就是背后有人使坏，为了把360在柱子上给钉死。红衣教主说，我这是招天怒人怨了，一拍桌子，妈的，这帮畜生怎么又来了？而且我在那柱子上早有一席之地了，还怕你们几个落井下石？对付这几个根本用不着教主出手，给投资方拨了一个电话，说咱解散吧，360我不要了，上市上什么市？我不干了，看看谁着急。投资方吓得赶紧摇人。没一会儿，教主就收到一封私信，私信没有署名，但措辞很硬气，说那5个乌合之众就是为了给你添堵的，他们不敢怎么地，我去摆平他们，咱好日子在后边呢。11月6日，正在跑毒的5个水友发现自己脑袋上突然刷出一个红圈，紧接着一套无前置 CD 而且圈内无差别的轰炸，把5个傻缺炸得支离破碎。鞠躬尽瘁的冤种们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爬到了主子身边，未能赢下这场战争，在进入观战前献上自己所剩的一切，之后撒手人寰。战场上终于就剩下企鹅和教主这一撇一捺了。由于高层的压力，虽然谁也不敢再掏枪了，但梅花桩还是不可避免地把3和 Q 带入了最终的圣战。一只拥有雄厚财力支撑的企鹅和一个有着高科技加持的教主，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神鬼莫测的人间，成就了历史上这一段永恒的传说。